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，这句话在上世纪80年代不单指日本在喊，整个欧美都在喊。彼时的日本汽车能打，家电也很丝滑，半导体也很风骚，日本企业卷到整个欧美都瑟瑟发抖。卷到1981年，美国的汽车工会、车企各行各业跑到华盛顿叫苦连天，要求必须限制日本出口，而欧洲也随后跟进。彼时整个世界不单指汽车玩不过日本，半导体也被日本占领了全球1半的市场。可以说彼时天下可谓是苦日本久矣，而日本经过长时间的确认，也慢慢沉浸在了日本第一的叙事中。由于彼时的日本民族自信心已经爆棚，也开始反思自己如此这般的优秀，为什么近代以来会落后于西方。于是1979年，日本民间大神佐治方彦甚至直接出了一本书，标题就叫《世界的中心曾经是日本》，副标题叫《超古文明的证明》。这套说法再给日本这么延伸下去，很快就能飞出地球了。所以日本的文娱产业那么丰富，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。而这本书主要有3大论点。第一点就是今天的世界史其实只是表面版本，真正的超古代世界中心其实在日本。至于史书没有记载，那不重要，肯定是有人删改了。而第2个论点那是直接起飞了。他说一切科技都起源于日本，因为日本在上古时期就有一种叫做天福船的东西，也就是说日本在上古时期已经有了航空部门了。如果你觉得第2个论点还不够炸裂，你就看看第3个论点。没喝过几顿老白干是真的写不出。他说过去日本是整个世界的政治中心，由日本各个地方派出去的王掌管世界各地，同时也表示日本领先全球已经不是100-200年的问题了，而是3000亿年。而且他这一类书在当时日本成了一个系列，比较克制的往前迎个几百上千年，胆子大一点的直接开始重写人类文明。至于这本书历史跨度甚至能拉到3000亿年，因此彼时日本在这个赛道可以说是十分拥挤，想象力差点你都很难混下去，已经卷得飞起。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日本那疯狂的70、80年代究竟是什么给了他们底气，居然如此猖狂。众所周知，日本2战战败后，大量城市和工业设施遭到破坏，物资紧缺，通货膨胀严重。但日本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，它不是从农业社会重新开荒。战争虽然炸掉了大量厂房，却没有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工程师、熟练工人、教育体系和工业经验一起炸吗？战后，在美国主导的占领改革下，日本又经历了一次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大洗牌。财阀被拆解，农地改革推进，劳动制度重新调整。这些问题之前做的麦克阿瑟系列已经讲了很多，在此不过多赘述。而煤炭、钢铁这些恢复工业最关键的产业，也被优先安排资金、原料和劳动力。日本央行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，直接把它叫做倾斜生产方式，意思是有计划的、分阶段的把资源投入到某个重要领域上。因此他们战后第一个先加足马力，使劲造的就是煤和钢。煤出来，工厂才能开；钢出来，机器、铁路、船舶才能造。1949年，日本又确定了一个重要规则：1美元兑换360日元。这个固定汇率一直维持到1971年前后。对一家正在疯狂追赶欧美的制造业国家来说，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汇率稳定了，出口、进口以及长期投资都更容易算账。然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战争就在日本旁边，美军各种订单开始涌入日本企业。一个国家要快速工业化，战争是极大的助推器。在许多后发国家里，不是没有技术，是知道了也用不起来，转不动，养不住，因此他们难以走上完整的工业化道路。等全球化时代来了，他们也接不住。历史上真正能够达到完整工业化的国家顶多7个半，而那半个是韩国。韩国能达标还是靠朴正熙1秒16棍的精湛技艺，外加越南战争连抽带打搞出来的。所以一个国家要工业化太难。而日本借助了朝鲜战争的大量订单，迅速把基础工业发展了起来。从1950年至1953年4年加起来，被日本足足捞了23.7亿美元。当时的朝鲜战场上，美军不只是买几辆卡车，而是以整个后勤体系、车辆、钢铁、纺织、食品、药品、通信器材、建筑材料、运输、船舶维修、车辆维修以及各种服务，这些东西硬生生给日本工业养了起来。从1955年到1973年，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期，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均超过10%，连续接近20年，经济像踩住油门一样往前冲。日本央行后来算过，高速增长时期，日本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其实来自国内，企业疯狂建厂买机器，老百姓收入上涨以后，又开始买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、汽车和房子。企业看到东西卖得动，继续投资，工人收入增加，继续消费，于是出现一个非常舒服的循环。老板敢花钱，因为东西卖得掉；老百姓敢花钱，因为工资还在涨；银行敢借钱，因为企业看起来一天比一天能赚钱，同时还有大量的出口贸易。1960年，池田勇人政府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，目标非常简单粗暴，10年左右把经济规模大幅翻上去。到了1968年，日本经济规模超过西德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体。从战败到世界第2，只用了20多年，一下子让日本有点飘得不能再飘了。而且当时的世界环境又刚好特别适合日本，日本当时又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工厂，欧美技术可以不断引进消化，世界贸易快速扩张，美国提供巨大消费市场，
一个人一旦连续顺了几十年，他就容易产生一种幻觉，就是把时代的机遇变成我天生就是如此完美且优秀。真正让日本人飘上天的是70年代以后，因为这时候日本已经不只是增长快了，而是开始在欧美最擅长的产业里抢饭碗。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，油价暴涨，这对一个几乎没有石油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，怎么看都不像好消息。结果日本企业干了一件非常符合自己性格的事情，既然油贵，那就把东西造得更省油。于是工厂开始疯狂节能，汽车开始往小型化、省油方向走，家电也越来越强调低功耗。到了后来，日本单位 GDP 所需要消耗的能源明显下降，本来是一记重拳，日本硬是接下来以后顺手点了一个节能技能。70年代中期，美国新车平均实际油耗大约100公里18升，一些大排量车型在城市里甚至能干到20多升。油便宜的时候，这叫美式豪华；石油危机一来，这就是要命。反过来看日本，本田 Civic 这种小车1-2升发动机 ，EPA 测试能做到100公里6到9升左右。所以油价一涨，美国消费者突然发现还是日本车香。到了1980年，日本车在美国新车市场已经占有20%。1981年，在美国汽车行业和政治压力之下，日本同意限制向美国出口汽车，第一年上线大约168万辆。而欧洲也开始防日本了。英国把日本汽车在本国市场的份额控制在大约11%左右，法国、意大利等国家也使用各种办法限制日本汽车进入。真正让美国科技界开始睡不踏实的是半导体。1975年，日本企业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大约只有28%，十几年以后，1988年超过50%。NEC、东芝、日立、富士通、三菱电机一大批日本企业杀进全球前列，尤其在存储芯片领域，日本企业一度拥有极强优势。到了1986年，美日专门签了一份半导体协议，内容主要就是日本芯片不能再低价倾销，不仅美国市场不能这么卖，跑到欧洲这些第三方市场也不行。同时，日本还得给外国芯片更多进入本国市场的机会。签完这个，到了第2年，里根政府又给日本来了一套组合拳。里根政府认为，第三国低价销售让美国企业损失大约1.35亿美元，日本市场没有充分开放，又损失1.65亿美元，加起来3亿美元。于是1987年3月，里根宣布对最多3亿美元日本商品采取报复性关税，部分商品直接100%关税。1987年，彼时一个叫做唐纳德·特朗普的小伙子41岁，看着这个叫里根的老头操作如此之丝滑，虽不能治，然心向往之。几个月以后，他就花了将近10万美元，在美国几家大报买下整版广告，公开谴责美国对日本还不够强硬，并且表示几十年来，日本和其他国家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。1987年的特朗普和几十年后的特朗普脑回路几乎没怎么坏。后来很多人说日本命运转折点的广场协议，日本签完出来，失去的30年正式开始计时，实际上没这么简单。当时美国最大的麻烦之一是美元太贵，美元贵，美国货卖到国外就贵，外国货卖到美国反而便宜。再叠加日本、德国这些制造业国家出口越来越强，美国贸易逆差越滚越大。于是5国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，让美元往下走。日本自己也是协议参与者，不是被绑着手按的指纹。真正出乎意料的是，日元升得太快了。1985年前后，1美元大约还能兑换240到250日元。到了1987年底，已经到120多日元。2年多时间，日元对美元差不多升了1倍。普通日本人一看非常开心。以前去美国旅游，吃饭贵，酒店贵，买东西也贵。现在日元越来越值钱，整个世界突然像换了价格牌。但日本的出口企业就叫苦连天了。我什么都没干，收入先被汇率对半砍了一遍。日本国内很快冒出一个词，日元升值萧条。政府开始担心，出口要是撑不住，企业利润下降，投资减少，工厂减产，就业也可能跟着出问题。于是日本央行开始降息，目的是为了让企业多借钱搞生产，不要停了。1986年初，日本官方贴现率还在 5%， 到了1987年2月，降息降到 2.5%， 而且这个 2.5%1%就是2年多。降息这个东西会引发一种连锁反应，大家可以想象银行利率是什么？它是借钱的租金，以前借1亿日元，一年利息500万，现在利率低了，同样借1亿，利息可能只要200-300万。借来的钱总得找个地方去，一开始政策希望这些钱建厂、买机器、搞研发、扩大生产，理论上非常健康。问题是企业拿到钱以后也会算账，建一个工厂花钱，招人也花钱，产品造出来以后还得考虑卖不卖得掉，忙活1年，利润可能也就几个点。而土地就不一样了，80年代后半期，日本地价已经开始往上涨，于是越来越多人发现，我辛辛苦苦做生意，还不如先买块地。更关键的是，日本银行又特别喜欢土地，因为土地可以抵押。于是你拿价值1亿日元的土地做抵押，银行借给你一笔钱，然后你又去买一块地。原来1亿的土地涨到 1.5 亿，银行再一看，抵押物升值了，你的资产好像更雄厚了，那就还能继续借。于是日本的楼价是哐哐的涨。
而且当时很多日本人真的相信日本国土小，东京更小，经济还在增长，企业还要往东京挤，房子和办公室都需要土地，因此日本房价是一种不会过时的资产，又像疯了一样入手。1988年，日本国土厅甚至还公开认为，东京周边土地价格暴涨主要来自真实需求，一点泡沫都没有。官方这么一说，市场听完更加安心，于是地价开始加速暴涨。1987年，东京圈公示地价上涨约 23.8%，1988年 65.3%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普通人如果在东京有一块地，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干，一年给自己完成了 65% 的业绩增长。土地越涨，能借的钱越多，能借的钱越多，土地继续涨。这套循环跑顺以后，日本人很快发现，既然土地能涨，股票为什么不能？于是钱开始往股市里冲。1983年，日经平均股价还只有大约8800点，1987年已经涨到26600点，1989年底38915点，6年时间涨了4倍多。于是资产价格上涨开始制造一种非常强烈的错觉，大家都觉得自己越来越有钱。到了80年代末，日本国内已经越来越难满足这股财富冲动，于是日本资本开始出海，目的地首先就是美国。1985年，日本资本投资美国房地产大约19亿美元，到了1988年165亿美元，3年时间接近9倍。1989年，30地所又出手，拿下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重要权益，那是美国资本主义最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。按当时常用的股票总市值口径，日本股市市值一度达到美国的约 1.5 倍，占全球股票市值接近一半。当时日本电信公司的市值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IBM、埃克森、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几家公司加起来还高。到了1989年底，日本站在自己几十年来最辉煌的位置上。1990年1月3日，日本经济新闻还在预测，按照当时良好的经济形势和股票供求关系，日经平均指数到1990年底有可能冲到4万点左右。结果第二天，1990年第一个交易日，日本股市全面下跌，跌掉 38.7%。到了1992年8月，日经指数进一步跌到14309点，已经跌掉超过 63%。1991年前后，日本大城市地价也开始跌。后来日本大城市商业地价从泡沫高点累计跌幅甚至达到7-8成。如果只是泡沫破了，把坏账处理干净，经济迟早应该重新跑起来。可后来日本一停就是几十年。下一期我们再共同了解真正让日本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。